最近又看到了一个以前都不知道的电池，那就是 AA Size 的3号镍锌电池。它和 Eneloop 镍氢电池一样，都是可回充的电池。然而，这个镍锌电池却有着一般镍氢电池所没有的特点，像是超大电压。所以，假如您先前曾经有过想使用镍氢电池取代掉碱性电池，用在您珍爱的电器用品上，却因为电压太低而无法正常使用，这下子有了这颗号称额定电压 1.6 伏的电池，甚至比碱性电池还要高出 0.1 伏，是不是有种突然解套的感觉？再来就是它的内组超小，连维基百科都说它适合大电流用途，甚至可以取代铅酸电池呢。所以这次我们就要来看一看镍锌电池到底效能如何吧。首先，这个镍锌电池因为额定电压太高，一般的充电器基本上全部都不能用。想对它充电，就得用专用的充电器才行。我们把电池全部充饱之后，把电池取下，休息30分钟之后，进行一次放电看看。放电方法，我打算用稍微大一点的电流，这样应该比较容易凸显出差异。所以我们预计使用2C 来放电，把镍锌电池接到我们的定电流负载。先看一下未加载时的初始电压，大约是 1.87 伏。启动放电后，电压掉到 1.5 伏左右。因为未加载时，我们量到的电压是电池等效模型中所谓的开路电压，实际在加载后会被内组消耗掉一部分的电力。这边来看，大约 0.37 伏，除以电流，内组大约是106 mini 欧姆，有点大。我们先让它跑完，看一下续航力。现在电流已经开始在大幅下降。从这结果来看，以2C 放电，续航力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我们再试一下另一颗，它的电压跳空下跌的幅度一样也是很大，续航力也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些镍锌电池的放电特性大概就是这样了。那再来，我们也来试试看镍氢电池吧。可以看到未加载的时候，空载电压是 1.396 伏，启动拉载后掉到 1.19 伏。代表它被内组消耗掉的电压大约 0.2 伏，因此内组大约是59 mini 欧姆，这倒是和我们先前的测试结果差不多。因此，单从这个结果来看，这颗镍锌电池的内组甚至是比镍氢电池还高的。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颗镍锌电池的内组并没有比镍氢来的小，但它的电压仍然是高出很多的这样，如果用在一些大功率的产品上，到底哪颗电池比较强呢？说到镍锌电池和镍氢电池的比较，我们就先得谈谈所谓的输出功率了。常见的大功率电器，我知道的基本有2种，其一是吃电怪兽闪光灯，其二是马达或加热的相关制品。先说说相机闪灯吧，因为它的内部工作原理基本上就是用电池电量对电容充电，然后等电容充电完成后，再一次释放到发光元件上。根据电容电量公式 Q 等于电流乘上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充电电流越大，充满 Q 的时间就越短。所以，如果电池内组小，就能给负载提供更大的电流峰值，而负载就是闪灯以及它的充电电路。对整个充电回路来说，如果电池电压越高，就能为负载电路提供更大的电流。因此，理论上，不论电池内组小或是电池电压高，都同样能缩短充电时间。那内组比较小的镍氢电池或电压比较高的镍锌电池，到底哪个可以有较快的充电速度呢？这我们就有需要进行一番监测了。为了能得到充电时负载上的电压电流值，我打算直接对闪灯电池进行量测。闪灯中的4颗电池连接结构可以画成这样。因此，它是4颗串联的结构。因为它的正负输出端在里面，我们不好拉线，所以我打算直接从这2端拉线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量到这2颗电池的电压。
因为是4串的结构，所以把量到的电压乘2，应该就是4颗电池的电压了。电流的部分，我们可以在第2根导线这里把它一分为2，并且引入电流表，就像这样，中间要绝缘起来，分别接到电流表的2端。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的监测它的电压和电流了。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将数据取出来做分析呢？因为这台电表无法储存数据啊，所以我打算统一用它来抓取电压和电流的数据。一般这种桌上型电表应该都能使用 Dual Measurement 功能来进行 DCV 加 DCI 的量测，但 DCI 量测最大就只到10安培啊。一来，我们的量测结果可能会 overrange； 二来，也增加烧保显示的几率。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使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量测。电压的部分，我们直接量测就可以啦。而电流的部分呢？如果我们量测电流表2端的电压，再除以2端的阻抗，应该就可以得到和这台电流表相同的电流值。因为这台桌上型电表可以一次量测3个电压通道，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同时取得电压和电流这2个数据啊。电流表2端的阻抗大约是50毫欧姆。现在把量测值输入给第2个通道，然后我们利用电表内建的 Ratio 功能。可以利用自定义的公式来把量测值转换成我们需要的结果。例如2颗电池的电压 2.63 伏，我们把它改成2倍，那就变成4颗电池的电压了。像是电流端点的电压值，我们需要把它除以50 mini ohm， 等于乘以20倍。这样应该就是实际的电流值。我们这边可以比对一下，这个是实际的电流值，而这个是转换出来的结果，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吧。我们现在就用这一组测试环境，分别把这些镍锌电池和镍氢电池，把闪灯触发后的充放电结果全部都抓出来分析吧。我们就先用镍氢电池来抓取一次闪灯充放电的电压、电流数据吧。这个红灯亮起时，就代表闪光灯可以闪光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次的充电曲线会有2个锯齿波，然后在充电截止之后，还会有周期性的脉波。感觉这个可能是电容储存的电量在闪灯还没有触发前会有某种损耗，所以持续的提供脉波帮电容补充电量用的。再来，我们换镍锌电池。抓好数据后，我们把资料储存下来，然后拿到电脑上做分析。我们把2组数据整理在一起，然后把多余的资料删掉，只保留一组充电的数据，这样就比较好看了吧。充电曲线中，其中绿色这条是镍锌电池的电压、电流成绩，也就是功率曲线。灰色这条是镍氢电池的功率曲线。首先可以看到，这2组电池的充电起始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们的结束时间就有很明显的差异。镍氢电池的充电时长明显较长，其中镍锌电池的部分，它的充电时间大概是2秒，而镍氢电池的充电截止时间是 3.3 秒，两者差了将近 60% 的时间。再来底下的这一些线，浅蓝色的是镍锌电池的电流曲线，橘红色的是镍氢电池的电流曲线，而橘黄色这条是镍锌电池的电压曲线，深蓝色这条是镍氢电池的电压曲线。
放大一点来看，我们可以看一下镍氢电池它的闪光释放的瞬间，电压值的最低点是 3.277。我们看一下资料好了，它在闪灯释放的瞬间，电压的最低点是大概 3.3 伏左右，而镍锌电池它的电压最低点大概是 3.5 伏，它们两者是差不多的哦。而电流的部分呢，在闪灯释放的瞬间，镍氢电池的电流冲到了 12.4 安培，而镍锌电池是冲到了 14.3 安培。因为这个电流在闪灯释放时瞬间拉高，然后因为电池的内阻电压损耗，使得输出的电压降低了。我们从它充电时的电压电流曲线可以看得出来，镍锌电池的电流从头到尾都维持着比镍氢电池的电流来得高。也就是说，即使在像闪灯这一种大电流的应用中，低内阻的电池对大电流所带来的贡献还比不上提高电池电压来得多。不过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闪灯这种应用中，它的电池是采用4串的结构，而这之间串联的连接是使用接触的方式连接，以及它内部还有额外的充电电路，这之间随便一处都有可能造成远大于内阻的阻抗，也因为这样稍微降低了低内阻的重要性。所以今天的测试结论就是，镍锌电池的确在动力方面的表现优于镍氢电池，但今天在续航力方面的测试结果，镍锌电池的确是非常不理想，感觉像是业余玩家所做出来的产品。所以说 AA size 的镍锌电池在现阶段是完全不普及，产品品项非常少。但其实默默的还是有国际知名的电池制造商在其他应用中在此架构电池上有所进展，这还是很令人期待的。至于镍锌电池是否是个好电池，这还是需要日后有更多产品出现时才能确定啦。最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3种电池实装在这台小车上的结果吧。然后我们会从这一条是起跑线跑到那边过去的最后一条线是终点，看看总时长有什么差异。然后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同时会按下时间，让它开始计时。等车子跑到终点的时候，我的手会举起来，作为停止的时间。然后我们最后再回去统计时间差。首先，我们就还是从镍氢电池来开始测试吧。启动。接下来换镍锌电池，启动。最后是碱性电池，启动。